欢迎收看方伟时间。那么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0号哈。今天的这个油管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 FM 96.1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时间有点晚哈，非常抱歉哈，所以今天很多事儿很忙。那今天说一下哈，这几个重要的话题，一个是四中全会今天是召开了，那么可以说是漫天疑云呐。那另外呢，这个对美方的谈判代表李成钢好像是被拔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中美会讲和吗？好，那还有其他相关的重要的新闻，关于若干的美国新闻呢，方伟一直都没跟大家说，因为关注于这个四中全会哈，所以今天要来追一下。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已经召开，所有的媒体呢都进入叫做无言状态。那么除了登这个新华社的一个通稿哈，这个通稿怎么说的？就是叫做四中全会20日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那这个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报告，并就第15个5年计划向全会做说明。就这个，没别的了啊。OK， 所有的媒体哈，大陆所有的媒体全部登这个通稿，就抄这么一段话。所以呢，就这么个情况。那而在与此同时呢，在四中全会前3天哈，终于习近平的9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跟军籍这件事情呢，是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测哈。以及后来传出的网络爆料，甚至说多达100个将军被免职，那基本上都是习近平所提拔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的一种说法呢，就是以张又侠为首的军方的反习派在剪除习近平在军中的羽翼。那我在前2次节目中呢，也把这个说法做了一个整体脉络的一个总结，但是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说法啊，是习近平其实是大权在握，而且从来都没有问题哈。这个羽翼的剪除是他自己做的，不论他剪除多少自己的人马，那只是因为他要反腐和立威。那么这很有意思的2种不同的观点呢，都是各自有足够的叫做具体的证据。具体的事例做证明哈，2种观点全都能够自圆其说，都能够自洽。我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得出简单的结论啊，就是谁对还谁错。那么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呢，新华社发布了一个专文，这个专文的名字叫做《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写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那么这个文章全文是2300个字哈，全文都是肯定在肯定和推崇习近平，而习近平的名字出现的次数多达23次啊，所以呢，从字面上看呢，确实非常难以看出习近平的地位面临任何的不确定性。那今天晚上呢，我跟持后一个观点哈，第2种观点的张天亮教授做了一个对话，就是这一集的本周的天方夜谭，好，今天晚上7点钟会播出，那么请大家能够记得收看。当然其实你不用记得哈，油管会把这个节目推到你面前。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事先订阅这个频道，然后呢，并且打开小铃铛。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已经给大家去看了哈，怎么去订阅，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记得，自然会推到你的面前。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相关的中共拔掉李成钢是要改善中美关系嘛？中美关系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好，说之前呢，再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哈，这个红海参。因为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要保养身体，但是却常忽略一点哈，就是身体的恢复不仅需要休息，更需要足够多的营养和修复力。这里就再给您推荐一下这个红海参的修复饮啊，它里头富含是天然的肽呀，这个多糖啊，还有皂带这种活性的成分，可以帮助修复因为慢性炎症啊、代谢异常啊所造成的细胞的损伤。那么相当于给身体补上叫做修复的能量，让细胞能够恢复正常运作和平衡。那么有一个在佛罗里达的有一位观众朋友哈，73岁的宋大姐，本来的她是血压是常年维持在148到155之间，那么吃药呢也压不太下来啊，每天就觉得很疲倦呢，晚上也睡不好。后来呢，她就开始服用这个我们的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那没想到只吃了1盒，血压就稳定在113到125，还有就是低压是60到65之间，整个人的气色、精神都变好，他就很高兴啊，他说现在不仅睡得好哈，连体力都回来。那他50岁的儿子呢，也有痛风的问题哈，这个叫做他的脚关节红肿，疼痛难忍。一开始他是半信半疑的，后来跟着吃了1盒红海参的胶囊，结果呢，痛风发作的频率跟疼痛都明显减轻了，这是真的。所以呢，他妈妈也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哈，又回来订了好几盒所以红海参修复饮呢，它是用的是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还有90%以上的叫做海参的精华哈，当这个搭配天然的蓝莓口味，口感很好啊，我也蛮喜欢
欢吃的，这个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那么盒子上还有这个三星公司的这样一个logo 哈，品质有保障。所以呢，在8、9月份买红海参的朋友全卖光了哈，所以现在呢，在美加地区又是开放预售。那么呢，现在下单的话，11月初就可以安排寄出哈。红海参也能寄到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的朋友呢，下单可以正常的购买。好，那么购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哈，叫方伟，这样您就可以马上拿到85折的优惠。好，下面看一下这个中共拔掉李成钢是要改善中美关系吗？我们都知道哈，上个星期美国财长贝森特哈就公开这个批评李成钢，这在外交场合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说他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不请自来啊，跑到美国来，而且这个态度非常无理啊，自以为是战狼，发动煽动性的言论，这几句话都是贝森特的原话哈，和其他的这个来自于中方的谈判代表是非常不同啊。说完之后呢，这当然在外交场合很少见哈。中共怎么反应呢？结果呢，星期一中共发布官方通告，免去李成钢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和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处和这个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的职务，然后任命呢叫做李永杰哈，这个杰其实这个字我不太会念哈，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啊，特命全权大使，就是代替他的工作了。然后呢，那大家网上看到很多人很高兴啊，说这就说你看这个办了这个李成钢哈，中共显然想跟美国讲和，其实呢是有点乱点鸳鸯谱啦。因为李成钢干这个叫做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 WTO 代表是4年以前任命的，今年4月16号6个月前哈，中共已经任命李成钢，那么接替王受文出任一个叫做国际贸易代表，这国际贸易代表也就是这个职位跟美国抄的哈，美国有个叫做 Trade Representative 啊，就是格里尔，那么就抄这么个这个东西，是照样做一个这么一个职位哈，同时在并兼商务部的副部长啊，所以呢，而这个世贸组织的代表其实早就换人了哈，他昨天公布出来，好像是要取悦美方，但是呢，世贸组织自己说啊，上个月底我们就知道换人了哈，这个李永杰就已经来上班了。啊，就这么回事，已经来上班20多天了，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新闻呢，还震动一时的新闻，其实不是新闻呢，它是一个不是新闻的消息，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让大家不要就是过度解读。但是它会不会带来中美关系的缓和？只能说也许，如果美国搞不懂这么回事的话，他会觉得挺高兴的。但是事实上哈，凡是战狼啊，一般都是为党付出的，党都会好好对待，否则以后谁来替党这个冲锋陷阵呢？来这个替党去咬呢？啊，所以呢，即使做得太过，像赵立坚呢，他后来不是做得太过嘛，后来跑去贬去外交部叫做边界跟海洋事务司的当副司长，那也是养着，将来有可能的话还是会用他的，这是我的看法哈。那另外呢，就是说相关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中美关系之间，彭博社呢在周一报道说，在中美双方重返谈判桌的这个叫做考虑这个脆弱的叫做贸易休战协议即将到期之际，大家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叫做什么？关税是55倍对35，对不对？这55对35是怎么来的呢？从155，说错了，对。对，没错，对，155变成135的啊，变成55的，那么这就是叫做贸易休战协议，这个协议有个到期啊，11月10号就到期。OK， 所以呢，在这到期之前，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将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呢，见面的话，川普现在已经说了，他有3大重点哈，要改善美中关系的话，我要谈3件事情，一个是稀土，一个是芬太尼，一个是大豆。OK， 那么在昨天呢，川普从佛罗里达州返回这个华盛顿的空军1号上，他就说我不希望他们跟我玩这个稀土的游戏哈，我一点不喜欢这个东西。OK， 而且说这3个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稀土呢，那就是美国不希望再被掐脖子嘛。但是哈，目前上个月啊，中国的稀土出口已经下滑了6.1%，所以你不希望掐脖子，人家就是掐你的脖子。啊，这绝对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哈。那么第二呢，芬太尼就是美国当前的第1大毒品哈，所以禁止这个中国的芬太尼的前体，那么出口来到墨西哥，让墨西哥这些毒枭啊去制作整个的这个芬太尼的成品，并且运到美国来，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OK， 那再第3个呢就是大豆。去年呢，这个中国购买了大概126亿美元的大豆，那今年呢？
叫做上半年买了今年到今年是却没有购买哈，这是2018年11月以来的首次进口量归零。那中共是有意的转向南美洲去购买，从巴西和阿根廷那里买。那川普就说，我希望他们要至少恢复到以前的采购量啊，我相信他们能做到。OK， 好吧，这就是川普在叫做 APEC 峰会期间哈，如果能够见到习近平的话，这是川普的3个重点。那另外呢，他去韩国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呢？其实呢，这个联合国军呢，这个司令部啊和韩国统一部，那么在今天宣布了一个特别的东西，说这个 APEC 会议期间不开放参观板门店。OK 的引发遐想，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板门店呢，它其实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哈，参观的，但是每天就开放2梯次，每次只能40人，就每天只有80人去看。但是韩国的统一部说，将在10月底到11月初暂停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参观行程哈，所以呢，这引发的猜想是什么？就川普要去跟金正恩在板门店再见一次面，有没有可能呢？我shall see，反正川普吧，对待这些独裁国家，他都有他一套的哈。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叫做川泽会怎么情况，又撕破脸吗？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上个星期五啊，这在白宫就举行了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个见面会哈。泽连斯基此行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说服川普提供给他远程的战斧巡航导弹，来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么这个叫做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目标。那么结果在星期四，川普跟普京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普京要求打的啊。结果2个人谈了2个多小时哈，据说是2个半小时。然后谈完之后呢，说2周之内呢，将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这个再来第2次的双普会。那普京呢，他做了一个让步哈，微小的让步，他说愿意放弃叫做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部分地区啊，然后呢来换取对顿涅斯克的完整控制。以前呢，川普就说冻结整个前线哈，那现在但是这个普京说4个州他全要啊才能停火，那现在就变成说，我可以还你一部分土地，但是把顿涅斯克要完全给我。结果这件事情据说，我只能说据说哈，在星期五的白宫会议上的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争吵。那么据说在前半段记者在场的这个会议中哈，双方气氛还是很融洽。大家知道川普开会很有意思啊，他跟外宾开会，他先把记者请来，外宾坐在这个地方。前面一段就是记者，你们问，我跟他谈，我跟他聊天，大家问。那么在这个场合呢，说完之后，记者走掉，关起门来再开下一段会议。所以他每个对外的会议都有2个部分，一个是新闻会，一个是这个叫做真正的外宾洽谈会哈。你知道传统白宫都不这么做的啊，都是事先谈出来之后开个记者会，川普上来就开记者会，然后再去开闭门会。哦天哪！所以呢，前面记者会就很好玩的，这川普什么事都会说，他就把它当个像个媒体秀一样哈，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这次前半段就没有吵起来。大家知道上次在白宫前半段就吵起来了，就没后半段了，直接把这个泽连斯基他们赶走。那么这次前半段双方气氛融洽，结果完了之后关门会议中呢，据说哈，这是《金融时报》说的，说川普对泽连斯基施加强大压力，敦促他接受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就是把顿涅斯克地区呢，就是完整的交给这个俄罗斯。顿涅斯克这边哈，这个乌克兰这边还控制着西部的大概25%到30%的土地，而且是高地。那么高地一旦拿下来的话，剩下就是一片平原哈，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然后呢，据这个《金融时报》说，川普就警告乌克兰总统说，这个泽连斯基，如果你不拒绝的话呢，俄罗斯将摧毁他的国家。整个气氛呢就是非常激烈哈，一度双方都在爆粗口，这川普爆粗口哈，还说川普一度把摆在桌上的乌克兰前线的地图摆到一边，说我看够了，不想看这个图了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把整个顿巴斯地区让给普京啊。当然这是《金融时报》说的，《金融时报》呢其实是一个极左的媒体哈，他说的话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但是呢，只有他就很奇怪哈，只有他在报道，大家全在转载他。他当时是有什么情况啊？他在场吗？他显然不在场，他是事后再去采访了谁去挖出来的哈。那到底是不是100%的真实，我不知道。所以这是很讨厌，知道吧？就是如果主流媒体啊，就做主流媒体的事情啊，分新闻分评论，对不对？新闻就是绝对是真实的，你看了就会相信，你不会一边看一边想说心里犯嘀咕，你会骗我吗？
是不是？评论呢就是他引述谁谁谁说啊，这就很清楚，这就是非常简单，这就是新闻的报道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如果新闻都变成了有目的哈，这专门去说自己想表达的那个东西的话，那就搞到大家看新闻就是提心吊胆。所以方伟，我在给大家总结新闻的时候，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我得去伪存真哈，去做这个功夫哈。那好，那么泽连斯基怎么说啊？泽连斯基说，我们基辅需要战斧导弹，我们愿意用几千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来换。但川普说呢，我们美国必须确保自身的武器库充足，以防万一。的意思就是说不想给你哈，并且川普强调说，我希望战争尽快结束，而不是给你更多的武器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最终呢，泽连斯基说，川普也没有说不啊，那还算是好事哈。虽然他没有说是啊，但是他也没有说不。泽连斯基最终还是说服川普公开表达说冻结当前的前线，而不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交给俄罗斯。川普果然会议之后就说了，就是让一切保持原状。我认为俄罗斯已经控制了顿巴斯地区大概78%的领土哈，就让现在的状态维持下去就好了，也许他们以后还能达成某种协议来解决。好吧，泽连斯基完了之后呢，接受这个美国媒体 NBC 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说，川普需要对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他说普京跟哈马斯是很像的哈，但是呢他的比哈马斯更加强大，因为这场战争规模更大，俄罗斯的军队的规模位居世界第2，所以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意思就是说呢，川普怎么导致中东和平的，就是给哈马斯施加强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哈马斯跟普京是一回事哈，所以呢，你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治得住普京，就这么个情况哈。好，下面说一下这个日本的情况，高市早苗呢，就是渴望顺利出任日本首相。早些时候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跟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退出了联合政府，引发自民党总裁自己是否能够得到议会多数而顺利成为日本首相的这么一个疑问。结果呢，这个问题看来解决了哈，自民党就去找这个叫做日本维新会。那对方就同意和他一起同时组建这个联合政府。那自民党今天呢，在这个下议院有196席维新会有35席，加在一起就是231席。那么据半数就差2席，这2席随便找就可以找得出来哈，所以就问题不大这就让高市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位的女首相，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定局哈。那么至于说这个维新会的什么特点它其实更加的保守，跟这个叫做公民党相比它比较有个特点，它比较注重叫地方治理然后呢重地方对中央希望淡化中央的角色，他的保守理念呢，其实跟自民党还更加相合双方其实谈了5天密集的协商。那这个维新会就说你让我来顶你那我这里是我的条件，那他条件是12项50条政策主张其中比较大的东西呢，就是一个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的一个改革，第二个呢要设一个副首都。日本设个副首都这什么意思第三呢，要削减10%的国会议席这3项是它的绝对条件。那显然双方谈完的都同意了那这个维新会再给自民党的还有一个方便，就是说我们不入阁，起码目前不入阁就是我跟你联手，我把票给你但是我并不派人进去当内阁部长。这点呢其实很慷慨就是给高市的一个执政的自由。但也有评论方说，那你给你自由也给你责任你最后搞黄了的话，那你也怪不到人家维新会身上人家拍屁股可能就走路了。但不管怎么说，综合而言呢，肯定对高市是好事儿，对不对？就让你成为首相，让你完全执政这就是日本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好，下面讲一讲星期六发生的美国叫做无王日 No Kings No Kings 全国集会。这个全国集会不是第一次了，第2次了上一次是6月14号美国陆军建军节的时候搞的第一次那基本上什么叫无王日呢？就是说川普你是王我们要反对你是王，或者说反对你是独裁者，就是这个概念。那么在全国各地呢，就是几十个城市都出现这样的集会，人数大小不同那纽约警方就估计说，纽约大概有10万人参加游行还算顺利，没有人被捕没有暴力行为。那无王日的运动官网就说，合作团体多达几百个。但是在纽约很引人注目的是呢，美国的共产党参与了纽约的活动，并且是主办方之一
啊。当然了，真正的主办方说他们不是主办方，那另外的来源说他们是主办方之一。好，那这个除了纽约之外呢，在华盛顿、波士顿、新奥尔良、亚特兰大、达拉斯、San Francisco 等等之类都有哈。那不少人穿着充气的恐龙啊、这个鸡啊跟龙虾这种造型的服装，这个原因是什么哈？这是怎么讲呢？现在就是吴王日的，就他们喜欢搞这样的东西，就是显得比较幽默哈，比较讽刺，比较荒唐，用这种方法。因为现在都是社交媒体嘛，这样的话就降低他们的这个叫做对抗的一个成分。同时呢，这些形象都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 go viral 哈，能够病毒性的流传。所以呢，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为了社交媒体开始这个改变他们的叫做游行的衣服、游行的服装哈。当然举的标语就是反对川普总统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那这里我就是做一点评价吧。所谓说川普是王啊，那这个指控什么意思？王就是说你独裁呀，独裁想干啥就干啥，违反美国宪法，对不对？就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川普执政现在是10个月啊，10个月其实不到哈，1月20号到10月20号刚刚好，今天9个月，9个整月。这个美国640个地方法官啊，联邦地方法官，任何一个人出一个禁令都可以把川普挡住。那么川普执政大概9个月以来，已经超过40个叫 injunction， 就地方法院的一个禁令啊，就扼住他的政策，然后应用到全国。每40多个，每次都把川普挡住，他只好乖乖去上诉，甚至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你说一个王啊，一个国王还需要受这种委屈啊？640个人，他只是一个总统，640个人都可以掐住他的脖子，让他走不动哈，而他只能去上告啊。那么已经是40例发生了。所以呢，这听起来像独裁者嘛，像国王吗？另外一点呢，川普虽然讲话粗啊，经常骂直着那个媒体的鼻子骂哈，但是呢，大家想起来，大家知道哈，川普可没有抓一个记者，也没有抄一家报社，他就是讲话这个很猛啊，很粗，但他没有抓人，他也没有抄报社，对不对？那你说国王会这么乖乖的吗？就是说白了，就是只能用嘴皮子骂人。别的他什么都做不了，或者说他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川普自己怎么回应？他说：“当我这个总统太艰难了哈，因为面对层层的遏制哈，因为他要遵守宪法呀。所以大家知道，川普上台99个月哈，川普什么法都没有违。别看他平时讲话那么大声哈，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但凡是美国的法律，川普全部要遵守。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如果他不遵守的话，大家知道，美国的宪法早就设计好了，不遵守法律的，想变成国王的总统是有办法治他的。这个治他的方法就是弹劾。现在没有人提出任何弹劾案呢，对不对？当然你说他提出弹劾案啊，共和党多数提了也过不去，那是一回事儿。可是你可以提呀，没有人提。也就是说呢，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君啊，那有的是被弹劾的理由，但是一个都没有，找也找不出来。对啊，所以我觉得看我的节目的朋友呢，也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对不对？我也非常欢迎哈。所以你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哈。你要觉得川普哪个地方真的是个王啊，当然是个王的意思。王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东西哈，有好王有坏王，但他这里指的是坏王，对不对？就是暴君。那么暴君一定有违反宪法的地方啊，有被弹劾的地方，那有吗？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么其实川普他是一个很守法的总统，他只是破规，所以我把它叫做守法破规，他破以前的规矩。比如说把美国对外援助署哈，每年600亿美元的支票写出去，川普说一个都不给，就不给，他就不给了。那你不给了，那这是违反法律吗？他不是违反法律啊，他有他按照法律不给的规则哈。那所以呢，他只是包括说 DEI 啊，军队里的 DEI， 政府的 DEI 全部干掉，不许弄。这个违反法律吗？不违反任何法律，只是违反以前的所谓的近代形成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呢，在川普看来不是什么好传统，所以他完全都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哈，就打破现今的这个政治正确。所以这是一个叫做守法破规的总统。那你说你要不要这样的人呢？你这个川普作为民选总统选进白宫，你让他规规矩矩，什么规矩都不破吗？对不对？但是呢，这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一个总统，但是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说他是个无王抗议啊，我觉得很难站得住脚啊，这是我的看法。那您的看法是什么样呢？也欢迎留下您的这个留言好吗？好，那今天就这样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四中全会这个事情啊，开起来前3天大概是鸦雀无声啊。他们关起门来，这就是
这就是黑帮开会的特点啊！把门一关，外面人什么都不知道，在里面分赃结束之后打开门再说。所以只有到星期四才知道最后的结果。那围绕着四中全会或者目前的政局到底什么走向哈，我今天晚上跟张天亮会做天方夜谭，我明天大概会跟唐金远做远方对话，他们俩观点是迥然不同。OK， 我采访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提出我该提的疑问，针对他们的观点所提出疑问，看他们是否能站住脚哈。所以今天晚上的那个7点钟的天方夜谭，我觉得很值得看哦，我觉得很值得看，好吧？所以你要看的话呢，你就要订阅一下啊，不要错过订阅，然后打开那个小铃铛，就像那个屏幕上出现的哈，这样的话会推到你的面前，就不用记了哈。7点到没到，7点到没到就不用这样子。另外，好，喜欢方伟节目的观众朋友呢，能够请大家走之前点一下赞哈，点一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另外呢，如果身体上需要帮忙的朋友呢，红海参你要不要试一试？很棒的东西，好吧？链接就在下面哈，打个方伟就可以得到85折。好，那这样喽，感谢大家收看，晚上7点见。